这是一个觉醒有罪的世界。自从月亮死后，鬼神降临人间，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人：墙内的有罪之人和墙外的高贵之人。墙内的人18岁便会被带去强制觉醒天赋，若是成功觉醒，便会被制造成禁忌之物，供墙外的大人们使用。而我从小精神力便不同寻常，或许觉醒后我会强得可怕，但可惜我来错了世界。不对，错的为什么偏偏是我？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听说了吗？隔壁班有个人觉醒了雷电力量，被制作成了超级发电机。你这算什么？我的好朋友觉醒了再生力量，听说被高价拍卖进了墙外的一个医院。这还算好的了，起码能有个痛快。隔壁班的那几个学霸，因为觉醒等阶太低，已经被送进暗狱进行失败直播了，那才叫折磨。肃静，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你们的精神力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进行觉醒仪式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放平心态。如果觉醒失败，你们就可以在这高墙城内安稳度过余生；若觉醒成功，你们也是荣幸的，可以为高墙城外的人类文明奉献自己，发光发热。毕竟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是我们高墙城内的人害死了月亮。我这里有一颗压制精神力的药丸，你要不要试试？虽然对于你999点的精神力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精神力如果超过140，就有极高的可能觉醒超凡。我刚好达到140，还有觉醒失败的希望。可沈儿他已经半只脚迈进地狱了。不用啊，谢谢你。999的精神力吗？也许这个数值是检测机器的极限，并不是我的。可是这已经是你最后能尝试的办法了。谁叫我们降生在高墙城内，生来便是罪人。没人是生而有罪的。如果有人说你生来有罪，你要做的不应该是自证，而是应该撕烂他的嘴。如果这个世界都说你有罪，那你就应该立志摧毁这个世界。呀，你疯了！如果让其他人听见你这句话，你会被送进审判所的。不好意思，希望没有吓到你。没关系。不要交头接耳，觉醒仪式开始了。所有人按顺序走出教室。李诗雅，大，这是药丸，你留着用吧。希望我们都能活下去。你也是活下去。下一位，沈儿。到。可惜了，沈儿这个孩子既不想办法降低精神力，也不想着提高精神力。好在觉醒时做最后一搏，不是请病假去精神病院，就是去那个不太合法的地下书店。终究是于心不忍。临到沈二走出教室前，他低声说了一句：放平心态，也许会有奇迹，这就是命。毕竟我们墙内人什么都做不了。学校操场，老师和家长们都在警戒线外焦虑的等待。虽然被无数次洗脑，嘴上说着奉献自己，但是没人真正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被带进研究。下一位，小柏。没事的，我的精神力只有80点，肯定不会觉醒成功的。失败，千万要失败。觉醒成功，姓名小白，序列编号196，强度4阶，能力念力强化。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觉醒的，一定是搞错了。我从小就反应迟钝，爸妈救我！小白被带走，并没有造成人群的太大波澜，或者说大家都习惯了这个事情。下一位，李诗雅。听到他的名字后，闭眼祈祷的李诗雅睁开眼睛，缓缓地觉醒开始。请将右手放在觉醒石上。在李诗雅手放上去的那一刻，觉醒石一阵颤动，并没有发光。她轻呼一口气，眼底闪过一抹星息。一旁的工作人员刚要宣布觉醒，突然一阵金光直出现。觉醒成功，姓名李诗雅，序列编号01，强度7阶，能力离心。终于来了个开胃小菜，夕颜姐姐，憋了这么久，这个就交给我吧。快去快回，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没问题。我呆呆，序列编号未知，能力未知，墙外之人，猎杀特别行动小组组员，性格癫狂，残忍嗜血。宋星言，序列编号未知，能力未知，墙外之人，猎杀特别行动小组组员，性格冷酷，气场强大。让我看看你手里藏的东西好不好呀？小姐姐，你们别过来！年轻人，别冲动，放下手中的武器。只要不是10以内的序列，不会被就地处决，你还有机会活下去。李诗雅完了，死色的瞳孔，那个女孩是墙外的大人。真是糊涂呀，被执法小队的人盯上，这孩子死定了，说不好还会波及他的父母亲人。那是一把玩具刀，诗雅，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根据高强城治安条例第25条，若罪人觉醒者欲持械反抗收容，执法小队无需请示，可就地处决。下一位田二，这个世界病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切开虚假，看出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要赢了，要赢了。听到点名的沈二缓缓向觉醒石走去，终于迎来这一刻了吗？摸了摸口袋中的匕首，沈二的大脑闪过清晨时的怪梦。他们都说我病了。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生命和世界就开始相互认知，角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可是，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谁。打好他，我们还会再见的。高强人沈二，请快点开始觉醒仪式。就来了一位执法队，这次觉醒仪式怎么来了这么多大人物？这便是精神力异常的待遇吗？沈二，北曲林37号高强成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11岁使用特殊软件非法接触墙外信息，13岁妄图炸毁城墙，15岁至今无事发生。当然可能使用了更加隐秘的手段从事非法活动。那又如何？若是真掌握证据，自有执法者前来抓我。难道高墙城外的大人物就可以公然违背神明制定的秩序，拿刀架住平民的脖子吗？无论墙内墙外，任何人都要遵守神的秩序。不过在我看来，你是个危险人物，所以赶快开始仪式。接下来如果你有任何反常举动，我都会立刻处决你。这话可不像一个执法者应该说的。你到底是什么人？闭嘴！你有什么资格和墙外的大人说话？在沈二触碰到觉醒时的那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感扩散到身体的每一处。来吧，不管什么序列，我都做好了准备。觉醒成功，沈二，序列编号556，强度2阶，能力、名义、精神方向。精神力异常，就觉醒了个阵。竟然是个身后职业，去卧号车等候。下一位，校级部。这就完了？我准备了那么多后手，坑爹呢？就在沈二思索间，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奇怪的声响。觉醒成功，意识空间建立中，建立成功。什么声音？是谁在说话？你可以叫我真实之音 T， 我存在于你的意识内，可以协助你看见真实，修改真实。当然，这都需要消耗真实点数。意识空间是这样的吗？姓名沈二，序列编号1，强度1阶，能力真实，效果消耗真实点数，获得看见、修改部分真实的能力，当前点数49。序列编号556，强度2阶，能力名医，效果锋利，可以切开任何血肉骨骼，拥有和院长先生一样的外科手术技巧。看见真实，修改真实，这可太妙了！我就说我精神异常，觉醒的556完全不合理。友情提示：消耗1000点真实点数，可以升级名义的序列能力。与此同时，觉醒场地外，以目前的情况看，沈二应该是觉醒名医的能力造成了精神异常，这人暂时应该没什么威胁。我们已经评估了名义的序列能力，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垃圾，不值得回收。最近暗域节目的演员也比较满，随便处理掉吧。可是他觉醒的好像是个正经职业，是不是可以？一个11岁开始了解墙外信息，不断学习提升精神力的超常偏才，他们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垃圾。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哦，刚刚那个小姐姐的尸体被抬上车后，就那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什么？你怎么不早点和上面汇报？汇报什么？多有趣呀！哼，我这个动手的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反正我们全部都该死，包括上面的那些蛀虫。反正序列10以上的尸体没有必须回收的规定。呆呆，这些话私下说说就可以了。这个沈二，我看还是直接扔到暗域吧。要不要请示一下队长？不用请示，呆呆，你和我现在就去把5号车的押送到暗域。这个世界病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切开虚假，看出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要赢了，看来是觉醒的名义序列掩盖住了真实。
难道是和梦中的那位院长有关吗？若是见面，一定要好好问问他。多亏觉醒了双序列，不然我怕是要被当场处决掉，好空出序列1的名额。估计我的尸体，墙外的那些蛀虫们都会抢破头吧。兄弟，我叫萧天行，大班的，你呢？沈儿，一般。一般？听说一班的那个李什么呀，刚刚在觉醒台被直接掏了。他叫李诗雅，是我的同桌。不好意思呀，听说你们班还有个精神力爆表的倒霉蛋，说不定更惨。李诗雅起码还有个痛快，他估计肯定是人体实验没跑了。那个倒霉蛋就是我。不是，哥们，不像呀。我刚刚上车前给你算了一卦，是吉卦呀。还有，你为啥这么淡定？难道你父母是高翔城外的人，能把你捞出去？你下去。我不下去。哥，拉兄弟一把，求你了。你杀了李诗雅，她的尸体呢？我大哥问你话呢。真是有趣，这两个小哥哥竟然都不害怕我的紫色瞳孔。处理尸体是其他人的任务，和我无关，反正多你一个也无所谓，想跟着就跟着吧。不错不错，不愧是大哥，不仅让运输车提前出发，竟然还有个保镖。不理会萧天行的自来熟，沈儿凝神向洛呆呆看去。姓名洛呆呆，强度细节，能力雷电，体质强化，性格癫狂嗜血，反差冰胶，刀子嘴，消耗真实点数，可以进一步查看序列编号。能力效果，消耗少量真实点数可暂时修改，消耗巨量真实点数可永久修改。不但可以改自己，还可以给别人，就是这个真实点数还不知道怎么获取。到位置了，都下车吧。这是要带我们去哪？连去哪都不知道哦，就敢跟啦？当然是送你们进暗域啊！自从月亮消失，天空被神明占据，分裂出了无数诡异区域，这便是暗域。进入的方法很简单，无论是镜子还是湖面，只要走进暗域在地面的镜像，便可进入其中。自己进去，还是要我帮你们？本来看你精神异常，还想着尝试将你收编，但可惜你觉醒了个垃圾序列。友情提示哦，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角度，运气好的话，你们俩还可以活着出来。当然出来后也不要被执法队盯上哦。大哥，咱家不是有关系吗？怎么还是要进暗域？我没说过有关系，是你误会了。那现在怎么办呀？暗域的死亡率可是高达90%。还能怎么办？你要是不想家人被连坐，只能跳了，或者你可以尝试和身后那两位拼死一搏。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感后，沈儿他们掉落进了一个漆黑的空间，一座高塔静静的悬浮在前方，消耗1点真实点数。沈儿了解到了此地的大致信息。区域名称：沉默的神庙，评级 S 级，规则：未知，解锁区真实点数100。备注：沉默的神庙，初次进入只能挑战第1阶段，挑战成功后方可获得后续探索资格。欢迎归来，我的主人们。在回归之前，请两位主人选择一种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武力、智慧、血脉或者气运。大哥，选气运，你挂下逆天，老弟这次全靠你了。比起虚无缥缈的血脉和气运，我更相信自己刚刚获得的序列。我选智慧。祝您成功，我的主人。呀克！天地无心，日月春光，去哪里寻找救赎死界的力量？天地不仁，大道无光。看看像我这样的凡人都怎么诛灭神魔。随着管家和神庙的消失，沈儿与萧天行二人同时出现在了一个昏暗的房间中。又开始了吗？大哥，我就说选气运，选气运，你为啥不听老弟的？难道你觉醒了和智慧有关的序列？当然没有，但是气运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们刚刚觉醒，武力和血脉肯定是不堪一击的。选智慧，我们也许还能博一些生机。哦，还是大哥你想的全面。姓名萧天行，序列编号未知，能力未知，强度未知，金格善于伪装，八面玲珑，看穿部分能力需消耗100真实点数。看不穿吗？你在想什么呢？
大哥，正在二人搂抱之时，突然，不错不错，在这神明创造的禁区里，上一次来访客还是上一次。小子，看你一脸神气相，治好了也是流口水，比什么招式？放马过来！确定不享受一番吗？这些都是失败者留下的筹码，在禁区之外可是不多见的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如此，和我玩3局游戏，你们可以获得进入神庙的资格。输，嘿嘿嘿，怎么玩？玩骰子，3局2胜。第1局你先制定规则。静音、困境赌徒、评级 S、能力、性命、透视、带柱，依附于神庙存活的特殊生命体。既然是幸运，有一个概念神的序列，不过可惜你遇到了我。真实发动，消耗2点点数，暂时修改困境赌徒能力为不太幸运，无法透视。在神二能力发动的瞬间，困境赌徒似乎感受到什么，微微眯起双眼。你小子搞的什么小把戏？这个世界病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切开虚假，感受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要赢了，要赢了！可以开始了吗？兄弟们，接下来潘子哥就带大家探索号称通关率只有1%大意沉默的神庙。我去，等一下，真也能撞车？你们是什么人？见无人回应，潘子哥又继续说道：“我去，你要害死我吗，朋友？你们俩不会是刚觉醒的学生吧？听个一句劝，这个挑战只有1%的成功率，你们把握不住，让我来。这个收容物可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有1半的成功率通关。这小子可千万别是个愣婆青呢，他要失败我也惨了。”换人无效，别演了，你们是一起的，对不对？先是封锁我的能力，然后再换人与我对赌，老套路了，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什么鬼？这我还自己脑补上了。游戏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换人，你的胜负同样是其他2个人的胜负。制定规则吧，小子。期待了半天，潘子哥，原来你找的代打？代打个屁！今天是觉醒日，这2个一看就是高墙城里的耗子。耗子2个字一出，直播间的气氛瞬间停滞。毕竟无聊看直播的有不少也是侥幸从暗域逃出来的罪人觉醒者，但是耗子2字却没人敢反驳，不然会被网络治安队揪出来。不是哥们儿，你要毁了我吗？我怎么这么倒霉？希望你的东西观战的时候也可以有。我开始吧，你先转过身去，我可以偷看。好了，可以转过来了。第1局，你猜猜头中下面有没有骰子？困境赌徒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神二手中的头中，虽然他的透视已无法使用，但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赌徒，从刚才骰子撞击的声音，他可以清晰地听出头中里开始只有1枚骰子，然而第3次摇晃时1枚骰子都没有。嘿嘿，真是天真！你在第3次摇晃头中的时候，头中口拉出了桌面，而推回来时没有了骰子声，所以现在头中里是没有骰子的。我的答案是，呵呵，你真当我是白痴吗？耍这种小把戏。你问的是头中下面有没有骰子，桌子下面应该也算吧。故意把骰子摇到下面，然后用脚移动过去，来误导我。不对，刚刚我转身的时候，他拉动了抽屉，记住记，卑鄙无耻的小子，故意让我找到桌子下面的骰子，然后用抽屉声音让我陷入思维困境。可恶，我有神明的眷顾，就算能力被封印，比幸运，我也不怕你。直觉告诉我另一个骰子在他手里，不过越是如此，越不能相信直觉。我的答案是头中下面有骰子。很遗憾，你输了。可恶，第2局我来制定规则。小子，你来猜猜，头中里有几个6点？看见真实，发动成功，物品头中，内置骰子6个，
放置方式同竖向叠放一列，上方5个6点朝上，1个4点朝下。不愧是职业赌徒，那么大力的拍在桌子上，骰子还能保持竖直叠放。里面一共6个骰子竖直叠放，5个6点向上，1个6点向着你的方向。不可能，透视是神明赐予我的，为这个能力，我被困在这个不见天日的破庙数10年，所有能力都是唯一的，不可能看得见。我明白了，你偷了我的能力，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猴子，我要和你再赌一局。我拒绝，3局2胜，我们已经获得了继续探索的资格。不，我还有无关资格，我要拿我自己的全部和你赌。空间似乎回应了困境赌徒的赌约，所有人都收到了规则的提示。第3局开赌，失败者死亡。这个世界病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切开虚假，开始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要赢了，要赢了。注意看，眼前这2个男人正在进行压上全部。都有胜算，赌局开始。都说了3局2胜，还要脸吗？就是。小子，我承认你很聪明，不过我会用你自以为是的聪明战胜你。忘了告诉你，你不是能偷取能力吗？我遵从神明的指引，奉献了全部，发起搏命赌局。从赌约生效的那一刻起，你们的全部也要作为赌注被约束，无法使用。赢，我的能力将化作禁忌之物，勾密驱使，包括神明留在此间的权柄，统统属于你。打赢的是把赌狗，能力被克制。谢谢桌子。就是。看来此间伪神对我的序列也产生了兴趣。那第3轮我来制定规则。可以。需要提前检查赌注与骰子吗？不需要，开始吧。那么请问，赌注的范围内，我一共有几颗骰子？这么简单？你想送死吗？我也忘了告诉你，这个游戏你获胜的概率是0。虚张声势，真无用。说我获胜的概率是0，那是因为那枚骰子你一直握在手里。不管我给出哪种答案，只需要变换姿势，就可以改变骰子的位置。我不认可这种规则。当你的手在赌桌范围内时，骰子的数量是6枚；当你的手离开时，是5枚。那么现在这样了，需要重新修改赌约吗？不必。说出你的答案吧。不可能，不可能！明明已经被我拆穿底牌，他为什么还是这么自信？为什么连赌约都不改？疯子，全是疯子！档次规则都是1/2的概率，这个赌狗只要是脑子抽风一次就赢。明明底牌已经被拆穿，没了能力，还这么淡定的倚仗，到底是什么？我的好大哥！房间的众人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沈二也在赌，不过他是在与此间神明对赌。能成为伪神的生物，手里肯定都会握着大量序列能力。既然对我的序列感兴趣，第2局就会亲自下场，让我死在此地。序列同样是他的，事后也不用杀掉这个信徒剥离序列，所以我赌他不敢亲自下场，他肯定也在畏惧着什么。该死的耗子，真该死！没用的废物，都猜到有鬼了，为什么不提出先检查抽屉？为什么？神庙之主不能插手禁区之事，这是他们的底线。再继续下去，你就越界了。要你多管闲事。走了。这一局，他拿骰子的那个手一直都没离开我的视线。没有能力，他搞不出任何小动作，一定是在虚张声势，还想重复第1局的套路，让我上当。沉默半晌，困境赌徒缓缓开口：我的答案是，赌注的范围内，你的骰子有6枚。很抱歉，你输了。哪里？不可能，哪来的骰子？你说账，做个互助鬼吧，高贵的绅士。随着困境赌徒被震杀，2团光点没入沈二的眉心，他到死也想不明白，沈二把玩在手里的骰子，从一开始就不是赌局的道具，而是他为了防止暴露序列能力，随手为之罢了。那枚真正的骰子一直放在抽屉的角落，只不过不是头中的正下方。第2局那么说，也是故意为了让赌徒误以为自己的序列是偷取。可以说，从困境赌徒看到这枚规则外骰子的那一刻，就掉入了沈二视觉与思维的双重陷阱。除非他能在第3局一开始就提出重新检查道具和抽屉，不然……抱歉，我开挂。注意看，眼前这2个男人上一秒还亲如兄弟，然而下一秒……牛啊牛啊，潘子，别让这小耗子跑了，拉他去参加神器游戏。我操！带着他直播，你流量怕不是要爆炸？ 3局游戏
我们连他的序列能力都没看出来，这个耗子不简单。而且他剥离了一部分神的权柄，也就是说，这一关以后是这个耗子制定规则了。等录屏出来，这小子怕不是要被猎杀队通缉了。直播间的弹幕疯狂了。与此同时，沈二看着自己的真实空间陷入沉思。幸运神二，序列编号777，强度2阶，能力幸运效果，短时间内随机增加自身的气运值，备注因果加深，1报还1报，当然数值也有可能为负数哦。幸运神二，序列编号占善07，强度1阶，能力透视效果，可以透视部分物体，备注做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man。不是，为什么他的能力不是化作禁忌物，而是直接变成了我的序列？虽然人能拥有的序列数量没有上限，只要成功将任意能力者化作的禁忌物品融入灵魂，便可以使用序列的能力。但收容禁忌物都不是真正的活的序列，只是拥有使用权而已。不但等级是固定的，而且收容的方法是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大量人民去实验的。除非满足很多特定条件和机遇，才可将禁忌物完全融入灵魂，化作自身的序列能力。所以墙外的人才确立了如今的制度，圈养罪人，用罪人觉醒者做实验，结合科技制造出一些相对安全的禁忌之物，规避收容的风险。我原以为真实最多只能看到禁忌物的真实收容条件，方便直接收容。没错，这就是真实的乔纳。只要获得任意序列的禁忌物，便可将其化作自身真实的序列。当然，前提是序列拥有者必须死亡，而且死亡后的能力者身体内未消散的能量也会化作真实点数被你吸收。小子，你们是刚刚被放逐的觉醒者吧？要不要和我一起直播？我也被放逐2年半了，还是有些生存门路的。像你们这样刚被放逐的黑户，在外面连吃饭都费劲。抱歉，我还有其他事情。我比较内向，不适合这种工作。这里我要暂时关闭了，有缘再见。大哥，你真是太棒了！那个毒狗被你玩虐。大哥，觉醒者在外面最难生存了。我有个姑姑在城外，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投奔她？没兴趣，我们还是就此分别吧。大哥，带我一个吧。我的序列是算命，我算到你鸿运齐天，能不能带小弟一个？不能。大哥，那个骰子是怎么变出来的？是能力吗？那个赌徒最终输给你了什么禁忌物？运气吧，禁忌物的话，我拿给你看。看来我早就被你发现了，真是一场愉快的赌局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的呢？怎么感觉你的能力无所不能呢？好大哥，放轻松，我没有插进要害，不要剧烈运动。至于破绽吗？一个外强有欺人的觉醒者，不管不顾的也要跟着我送死，而且一路上总是不经意的探听我的能力，这不是最大的疑点吗？现在想来，你也亲身体会了，我的序列就是名医，刀子插得又快又狠。可惜我舍不得这具身体，我们还会再见的，困兽先生。你到底是谁？还有2个偷窥狂，还准备跟多久？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不得不暂时换装成拓兽长。你们再不出来，我可就要走了。精神力999的人，果然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左心言，7阶空间序列能力者。这是我的同事，7阶强化序列洛呆呆。你是怎么发现那个黄毛有问题的？看来他不是你们的人，所以2位是来杀我的吗？和资料上描述的一样，也很聪明，同样也很自信。有话直说。猎杀队只是我们的官方身份，同时我们也是破渊组织的成员。我们致力于收拢志同道合的觉醒者，继续可以改变这个畸形世界的力量。然后呢？我们的成员很早就在那个地下书店与你接触过，如今你又觉醒了超凡，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帮助，不是吗？抱歉，我对你们的组织没兴趣。李诗雅还没有死，她的序列我们的组织也有记载，当众出手反而是帮了她的忙。诗雅只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吧，就算你们帮了她的忙，并不代表我需要加入你们的组织。只是如果她这次真的死于你手，条件允许，我一定会杀了你。简姐，我就说普通的方法是留不住她的，交给我吧。比起来她入伙，我更好奇她的名医到底是什么成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而且她手里的那把刀，我怎么觉得这么熟悉呢？等一下，你也见过这个奇怪的医生吗？想知道吗？我就不告诉你。你要做什么？虽然不能成为同志，但是我们可以好好谈的。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你走。等一下，你这个疯女人！对什么？你刚刚不是很狂吗？想杀我？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有破绽。怎么不狂了？2场里你都接不住。真是个疯子！不是来拉我入伙的吗？怎么一言不合就开打？我来了，小哥哥，还想跑回暗夜？那场直播我也看了，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算了，呆呆，再打下去，他真的要跑回暗域了。没人知道那个医生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你可以把他给你的东西当做一种另类的奇遇。组织的事情不提，忘了告诉你，李诗雅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小镇，并使用能力袭杀了一位居民。我们接到任务，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可以顺便带上你，你没有拒绝的权利。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你进行适当的伪装，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哎，等一下。好了，你现在是我们临时征用的随行女仆了。只因第二人格疯狂作死，眼前这个男人不但被七阶小子暴揍，事后还被强迫换上女装。你们猎杀队招人都没有下线了吗？我怀疑你是故意的。真好玩，刀没了，声音又变回去了。故意的又怎样？小镇已经被封锁，没我们的帮助，你想混进去怕是不容易哦。算了，暂且如此吧。觐见诗雅也好，有些事情还去向他求证。2个半小时后，3人来到了审判所。抱歉，2位大人，在进入之前，需要通过禁忌务必328签署一份协议。不是只发生了觉醒者伤人事件吗？为什么还要使用禁忌物？我家大人正在镇子里，这是他的决定，请2位配合。第328电子契约，签署者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契约上的内容，否则灵魂将被献祭。一个刚觉醒的学生就需要出动电子契约吗？看来你们保护的人物不简单呢。猎杀队，觉醒者，可笑。出生在场外又怎样？身家性命依然掌握在别人手里。看到了吧？该死，我们都该死。呆呆，好了。大人，这个高强成人也需要签署契约。他是我们招募的临时仆从，没必要签署。这次任务不需要他参加。抱歉，根据高级任务条例，50米范围内的高强成人没有拒绝任务的权利。汉口真实禁忌物电子契约类型致命诅咒解除方法48小时内找到并击杀契约目标，是否消耗2点真实点数，修改解除方法。先不用。想什么呢？看到了吧？就算到7阶，在他们眼中，我们也只是体面一点的耗材吧。这首比耗子好听很多，记得心怀感恩。很快，在士兵的陪同下，一行人来到了一家店铺。只见几个诡异的黑洞悬浮在房间各处，周遭的一切都在被不断吞噬湮灭。在沈二进入房间的瞬间，几个游离的真实光点没入眉心。不对，真实光点，死亡的不是平民，是觉醒者。为什么要隐藏这么重要的信息？除了那个平民，这里还有一个觉醒者死亡吗？没有，只有一个受害者和一个目击者。目击者呢？处理的。你发现了什么？我在想，他嘴里的那位大人，不会是想把我们当做一次性耗材，用完就扔掉吧？自暗域降临人间，在世之人或苟且求活，或慷慨赴死。那些将罪恶强加于我的人，终将被刺穿，失去诸神之眼，世界落寞。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所有希望，我能拯救我，我必将拯救我。是我，亦是不会的，我们只要按照大人的安排，不会有事的。你在慌什么？这只是一起简单的觉醒者袭击平民的案件，受害者看到李诗雅的校服起了歪心思，结果李诗雅突然暴起伤人。请你告诉我，一个平民在面对能力暴动的觉醒者时，是如何做到能让房间四处都有战斗痕迹的？杂碎，你如果再敢隐瞒什么，我保证契约生效前，这个小镇的所有人都要死。喂，知道了。
刚刚得到消息，镇长一家被觉醒者袭击，全都死了，包括你保护的那位大人。不可能的，完了，全完了。根据条例，出现行政人员伤亡，现在此地由猎杀队全权接管。接下来我问你答，如果你再说一句假话，那就死吧。说出事发经过，还有受害者到底是谁？受害人其实是镇长的大儿子，水系序列能力者。当时他和我家大人在一起，他们想强行对李诗雅灌药，结果李诗雅在反抗的过程中能力暴走，镇长的大儿子被射杀。然后呢？然后李诗雅就昏迷了，被带回了镇长家。后面猎杀队得到消息，就力量带来权力，同样权力也会控制力量的产生。这个世界的禁令之一，任何人不可以隐瞒自己觉醒者的身份，包括城外的人。他们觉醒的概率更低，一旦成为超凡者，就会被编入各种作战队伍，严加约束。所以，你们的大人为防止事情败露，帮助镇长儿子隐藏觉醒身份，就派你们提前驻守，让我们签订契约。真该死！看来你真是忘了自己是国家的士兵，还是私人的士兵了。呆呆，把他押送到猎杀队驻地，然后来镇长家会合。来到镇长家，只见墙壁上有一个直径1米以上的圆形缺口，正在冒着黑烟。看来李诗雅在这里又使用了能力，不愧是离系，有点意思。报告宋队长，镇长家13口，除了小儿子下落不明，其余全部确认死亡。不过，里面怎么了？格林，不必忌讳，你直说即可。他算是自己人。里面似乎有座地宫，接到命令之前，卑职不敢擅自调查。可以了，做好外围警戒，我们进去看看。沿着离析留下的痕迹，二人来到了一个隐蔽的牢房。看来这里是镇长一家折磨觉醒者的牢房。牢房内陈列着各种刑具，一个穿着校服的学生被钉在十字架上。看到此种惨状，宋心言咬牙切齿道：“我不会放过他们家任何一个人。”披着人皮的恶魔，这就是你们所维护的世界吗？加入我们吧，积蓄力量，一起推翻现在的秩序。积蓄力量，推翻？可笑！推翻了又能如何？这个世界已经糜烂到骨子里了。可是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重病需下猛药，你们的手段太温和了，时间也太久，并不适合我。那你又能如何？与其才是规则，不如直接吃掉他们，让自己成为规则。真是个疯子。我觉得也是。自从在梦里得到这把刀后，总感觉身体里住着另一个自己。二人一边闲聊，一边继续向前方走去。看，李诗雅就在前面。顺着宋心言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团长满触手的诡异生物，正向着昏迷在旁的李诗雅缓缓蠕动。自暗狱降临人间，在世之人不苟且求活，我慷慨赴死。那些将罪恶强加于我的人，终将被刺穿，直至孤身终结，世界噩梦。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所有希望，我能拯救我的，我必将拯救我的，是我一生。太好了，猎杀队终于来了！快点救我！我是帝国贵族，从现在起，你们两个归我指挥。拿着纸簿，请表明身份。镇长卡尔是我的父亲，只是一直未对外公布我的存在。我全家都死了，我马上就会成为卡尔家族的爵位继承者。现在我命令你们杀了那个贱人。请先过来，核实身份后，我会对您提供保护。太好了！对了，那个血肉教会的供奉物，要不要顺便帮您处理掉？不用，先杀了那个贱人。此地之事无人知晓，其他的你无需过问，事后不会少了你的好处。无人知晓吗？那就好办了。肮脏的蛆虫，去配合着，死吧。不是，这就杀了。你不说我们的手段温和吗？我激进一个给你看看。我说过不会放过他们家的任何一个人。是啊，他正在消失，他又要离析自己了。这个能力还真是奇怪。还有，血肉教会是什么？和这个触手怪有啥关系？血肉教会，一个崇尚鲜血的地下组织，他们的组织亦正亦邪，唯一的特点是成员个个都如你一般，脑子不好。这个触手怪是血肉教会养殖和供奉的东西，看来整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至于你的李诗雅，她还没办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能力。现在你可以当作是她在进行一种有代价的自我保护。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本不想杀她，若那人不死，还可以通过猎杀队交涉一下。可是现在呢，杀了他是解除电子契约的唯一办法。等等，等一下，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若让他离析成功，我们3个都要死。那个禁忌物，我可以帮你们解决。你确定？当然，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来和你开玩笑。我同样也不喜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比起相信别人能帮我解决麻烦，我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怎么，你要在这里与我动手吗？1阶打7阶，你凭什么？我可不是呆呆，有心情与你玩乐。等等，放过他，我帮你解决电子契约，就当我欠你一次。咋这么说呢？我又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这次就当给你一个面子，顺便让我见识见识你的能力。妈的，中计了！自暗域降临人间，在世之人或苟且求活，我慷慨赴死。那些将罪恶强加于我的人，终将被刺穿，虚掷出生之眼，世界噩梦。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所有希望，我能拯救我，我必将拯救我。是我意识。对，这是猎杀队临时雇佣人员的身份证明。有了这个，你就算是我们3大队的编外人员了。以后在外面可以避免一些小麻烦。还有，你可以把衣服换回去了。挺大个男孩子喜欢女装是什么癖好？靠，我就知道你俩是故意的。我们走吧，去找呆呆。不是，这就走了，这玩意儿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血肉教会涉及的东西太过复杂，现在不归我管了。以帝国公务人员的责任感吗？干我屁事！我可没有给自己找麻烦的习惯。你不在体制内，你不懂。想让我义务加班，没门儿！格林，进来吧，收拾一下报告，知道怎么写吧？队长放心，也不是第1次了。善后，位置是专业的。他也是你们的人。当然，别把我们想得太简单了。他的序列能力在毁尸灭迹这方面可是有一手，也许你以后也会有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呢。萧炎姐，那现在我们身上的契约怎么办？沈二说他可以解决，先回猎杀队。对了，那个大人物的家族来人了。怎么动作这么快？一个小小的李诗雅，牵扯出来这么多麻烦。不止如此啊！我看不像是李诗雅的问题。你盯着我做什么？真好奇你小子身上还有什么秘密。一个帝都来的贵族，不但知道你的行踪，而且降临的第一时间指名道姓的说要见沈二，也很出名啊，小子。还有这回事？哦，看来你身上还有一些我们情报系统没有掌握的资料呢。先回去吧。各位大家辛苦了，我姓萧，受害者是我族旁系的一名管家，贱命一条，死就死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私自勾结下等贵族，还动用了家族禁忌物，现在他的妻儿老小全部都要连坐。萧小姐，有事请明说。为了不影响家族声誉，我奉命来处理此事。你们的契约我会解决，但是相应的，除了这个镇子，我不希望再听到多余的声音。没问题，萧小姐，没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告退了。这位小哥就是沈二吗？长得不错，考虑来做我的护卫吗？抱歉，我的能力是2阶的名医，不适合做护卫的工作。哦，是吗？正好我的贴身医生最近告老还乡。萧小姐，他是猎杀队的队员，暂时归我管辖。好的，我第一次见到高强城的小哥，可以让我和他单独聊聊吗？听闻此话，宋心言不由得眉头紧皱。萧家虽然属于帝国的上层贵族，但整个家族的风评一向不好。犹豫再三后，他缓缓说道：“如果我说不可以呢？”没关系，回头我安排一场绑架算了，养了7阶而已，收拾起来应该不会太难。这个世界病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切开虚假，说出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我好像
想赢了，要赢了。你想聊什么？你们都出去吧。坐吧，放心，不用这么紧张。我身上有防止窃听的禁忌物。怎么不说话？我记得你以前挺健谈的，困兽先生。探破真实，姓名肖夫妇，未知干扰，探破失败，是否消耗100真实点数？敲信探破。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我的护体禁忌物怎么触发了？困兽先生，对我有想法就不能直接说吗？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困兽是沈二在高强城搞地下活动所用的代号，能把这个代号和他的真实身份联系到一起的，只有一个叫炮手的人。这是怎么了？一出城身份接连被点破，萧天行一个，这女人一个，我这些年神神叨叨的隐藏身份，隐藏了个寂寞。萧天行还勉强说得通，他的行事作风确实与炮手很像，但这女人是怎么回事？炮手是个男的呀。没有按照原计划等你，你不敢认我了吗？你是炮手？当然，如假包换。你说你管了一个小军队，没事就爱指挥炮兵轰敌人？对啊，游戏里的炮兵不是兵吗？你说你年近50，马上就要退休了。对啊，我今年19，再过31年就50岁了。你说你为了兄弟钱，辜负了20多个姑娘。对啊，我在游戏里有很多迷妹，让家族事多，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忍痛关上游戏。天塌了，小丑，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行踪的？我也是偶然在一个直播间发现你的行踪的。那个盘子哥，你又是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大哥，你那999的精神力，我调查起来还不简单，而且我还托关系让猎杀队在觉醒的时候照顾你一下呢。你说的照顾，就是让他们拿刀架着我的脖子。当时在打游戏，命令一层一层传达下去，有点误差很正常嘛。我的身份你还说给过谁听？你的萧天行是咋回事？没有了，没有了。你确定？哎呀，不要在意嘛，我们可是拜过把子的。对了，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你一直寻找的灾厄肉有线索了。什么？它出现在了一个代号为第91个暗域。高强城内一直存在着一个传说，成神是洗清罪孽的唯一方法。在沈二看来，成神并不一定能洗清罪孽，但一定可以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经过多年调查，他找到了3条有成神希望的路途。第一条，吞噬某些掌控暗域的神明，将序列强化到极致，运气好的话可以取而代之，比如名为女娲伏羲的双生神，传说中吞噬他们的血肉便可突破基因中的枷锁，以人类之躯比肩神明。第二条，获得拥有规则和改变认知类能力的暗域控制权，掌控规则权柄，修改世界规则，让整个世界认知都按照你的心意改变，这样也可以成神。而第3条便是极其曾被誉为天启4骑士的4位神明，神陨之后留下的4件，分别代表瘟疫、战争、饥荒、死亡的最强禁忌物，灾厄肉便是4件禁忌物的其中之一。谢谢你了，炮手。不对，是萧福福小姐。不客气，困兽先生，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当初许下的宏愿就好。那么下次见了困兽先生，我很喜欢你称呼我为萧福福小姐了。他没对你做什么吧？萧家的风评一向不好。手里拿的什么？让我看看。第91精神病院。这女人疯了吗？让你去这里送死？你知道这个暗域？当然知道，你是为了里面的灾厄肉吧？如果说邀请你进入破渊是组织上的行为，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出自我个人的情感。自从灾厄肉线索出现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地下组织，都派人进入过这个暗域，但所有进去的人都死了。我知你宏愿，你能力也很不一般，但是就算你想改变这个世界，也应该等变强以后。就连7阶的强者进去，也很少有撑过1天的。什么？真的都死光了？我要气！我要气！呆呆，别捣乱，光顾着劝神儿了，怎么给这个小疯子忘了？真好玩！神儿，你说你气不气？现在是1比1。终究是拗不过2人，
宋心言只能将他们俩送到了第9-1号暗狱。一阵天旋地转后，沈二出现在了一间病房。看破真实，区域名称第9-1精神病院，评级艾斯，备注进入暗狱会随机获得4种身份：医生、病人、护士或者后勤人员中的一个。搜活条件：找到离开的方法，可以安全离开；击败院长并取代院长身份，可以获得此暗狱的控制权。是否消耗6408真实点数，解锁全部攻略？麻烦下次询问的时候，先看看我的积分行不行？动不动就6408，我拿命换了。嘿，兄弟，买不起就别买，这么久了没见你一次性花过10份，照你这个花费进度，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才能什么？你别夸！看到我目前的身份是病人，寻找离开的方法，先不考虑了。毕竟我是为了这里的3恶肉，那么正面击败院长，这是唯一的选择了。我现在4个序列，虽然等级不高，但是起码可以搏一搏。正在沈二思索间，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这个世界变了，被伪神腐蚀的千疮百孔。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越多。各位观众，随我一起揭开虚假，看出真实。注意看，注意看，我好像要赢了，要赢了。正在沈二思索间，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透过猫眼，沈二发动了能力。姓名史洛洛，评级气机能力一下，技能生效中，获得特工专精大师级格斗。备注：他坚持自己是潜伏在这所精神病院的特工，喜欢来自东方的神秘爱好。我先怀疑隔壁的病友是组织派来的接头人。108，是我，快开门。暗号，或者是……糟糕，七阶小怪突眼了，快点！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马哈，正少我说话，谁还没有加？半信半疑。错了，怎么样？发动真实，消耗25点真实点数，篡改史洛洛2.5秒真实发生的记忆，致你为他开门之前。天地无心，日月同光。我操！快点，2号，否则死！在山里，我们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声。这是雪豹。雪豹闭嘴！恭喜你，达瓦西里，你答对了暗号。不对，我怎么感觉好像见过你？我们是同事，你对我有印象，当然很正常。008，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组织终于把你派来支援我了。这个暗语还真是恐怖，病人身份，开局7阶突脸，这要是打起来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怪不得7阶进来也是个死。不过还好我机智。008，你在想什么呢？看来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疯子。007，先给我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吧。这个精神病院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然后呢？完了。完了？组织派你潜伏了这么久，你就这么点信息？当然没有。我还发现，要想离开这里，我们首先要想办法在院长不在的时候混进他的办公室偷走。不行，绝对不行！怎么了，008？我这次来接应你的同时，还带来了组织的新任务，一个只有传奇特工才能胜任的地狱级任务。什么任务？快说吧，008！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仅仅只是逃离，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我们应该想办法成为这里的院长。太对了。可是，组织放心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俩吗？当然，你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007，我甚至有很多方面都不如你。怎么回事？史洛洛进化，超级史洛洛。姓名史洛洛，评级8阶能力一响，技能生效中，获得超级特工专精，全体质强化。备注：由于受到同僚的夸奖，他的特工技能升级了，同时坚定的认为隔壁病友就是他的同僚。夸一句就升级了，这是什么逆天序列？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008？暂时还没有，我们先分头行动。你去外面搜集一下情报，同时帮我找到一位白裙子黄头发的小女孩。好。对了，
我这里有一份缺失的精神病院守则，希望对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能有帮助。精神病院守则？对，这个精神病院一共有13条守则，医生、病人和后勤人员分别遵守这3条行动守则，而院长掌握这4条，他才是这里面最可怕的家伙。辛苦了，李云熙，你先去执行任务，我来思考接下来的行动，保证完成任务。打发走矢洛洛后，沈二将目光投向刚刚获得的线索。作为一名积极治疗、希望康复的病人，我愿对您提出了如下行为守则：守则1，病人不能拒绝医生们任何要求；守则2，病人不可以独自离开病患区域；守则3，颠倒或躺平的病人可以无视守则。行动守则呢？院长的行动守则应该是这里最强的。看来想要挑战成功，光靠蛮力肯定不行，首先要了解全部的规则。先去找洛呆呆，我现在战力太低，行动起来多有不便，不知道他进来后获得了什么身份。正在沈二思索间，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喂，逮到了，逮到了！做检查，做检查，查死他，查死他！我去，医生来了。糟糕，被锁定了。对了，第3条。就在沈二倒立起来的瞬间，对面的医生全部停止了行动。我真是个天才。不过，接下来该咋办？这帮家伙也没有要走的意思，难道就这么耗着？笨死了，笨死了！请让本知音帮你看一下。不行，那个史洛洛一次就扣了我25点，对面可是一群。我再想想，再想想。哼，那你等着吧，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我看你能想出什么话来。一时间，走廊里的双方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僵持了起来。突然，灾恶肉，我铁拳王五来了，打我这死人！看这架势，又下来的觉醒者，查死他，查死他！小周，1回合都没扛住还敢串门，我先跑了。定真实点数加15，当前点数175。这就开始掉装备了，我得赶紧撤。